为了救下妈妈，白瑞穿越到了过去，修改了历史，没想到因此创立了闪点。这个新世界满目疮痍，在得到托马斯的帮助后，白瑞战胜了逆闪，修复了时间。可这一切刚刚开始 ，DC 宇宙已然重启。民风淳朴哥谭市近期频频出现神秘绑架事件，监控画面中的东西更像是蝙蝠侠，一时间引起了恐慌。夜里，又一名女人被带走，绿灯侠哈尔早已埋伏在四周，凭着脑洞拦住了这个东西，哪知对方直接将女人扔向了地面。哈尔及时出手救下了女人，却也跟丢了那个东西，终于让他找到了。扭打过程中，哈尔因为轻敌吃了瘪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闪过，正是蝙蝠侠布鲁斯。哈尔跟老爷联手制服了怪物，他不敢相信蝙蝠侠竟然真的存在。几架直升机闻声赶来，是哥谭警察，他们畏惧这群奇装异服的怪胎，怪物则是趁机逃跑。老爷一记钩爪枪死死困住了怪物的双脚，在城市横冲直撞。虽然哈尔赶来夹住其翅膀，但还是被他逃到了下水道里。布鲁斯调查过这东西的行踪，他们试图在哥谭市安装某种炸弹。两个人顺着下水道一路追去。对于蝙蝠侠的能力，哈尔和百姓一样好奇，他从未想到传说中的蝙蝠侠竟然是穿着制服的普通人。What's this do? Huh? How'd you do that? You won't do that again. Unless I want to. 在下水道深处，他们发现了炸弹。布鲁斯想收集点线索，可哈尔是个愣种，一股脑冲了过去。怪物再说出一句之后自爆了身体，想要同归于尽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这个所谓的炸弹连灯界都扫描不出成分。布鲁斯推测这是一台外星电脑，既然是外星人的东西，大都会的那个家伙应该知道点什么。可他们都没有见过超人，必须要做好防备。与此同时的星辰实验室也有一个同样的东西，是闪电侠前几天带来的。塞拉斯博士研究了几天几夜没结果，这种生物也在中城布置了炸弹，就连 Barry 也不知道对方的目的。为了工作，塞拉斯放弃去观察儿子维克多的橄榄球比赛，他对儿子的关心不及工作上的1/10。维克多靠实力拿下比赛，给父亲打电话抱怨了一番，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，维克多碰到了一个小粉丝，还帮助他摆脱了警卫，结果一个不留神被偷走了队衣。没一会儿，蝙蝠侠和绿灯侠赶到了大都会，通过卫星定位了超人的位置。此时他正在与神秘生物交手，绿灯是典型的以奥奈我何的姿态，困住蝙蝠侠后打算教训下超人这个瘪犊子，下场是惨不忍睹啊。超人转火攻下了蝙蝠侠，老爷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伤及超人分毫，显然他还是低估了这个克星人。为了能和超人平静的谈谈，蝙蝠侠一直在退让，哪知绿灯这个愣头青硬要刚，使得超人彻底被击中。超人生气了怎么办？高情商蝙蝠侠说3个字，超人瞬间停手，并透视了面具下的蝙蝠侠。显然这群生物与克星无关。警方再次赶到，蝙蝠侠带头躲进了下水道。遥远的天际星，迪萨德向君主汇报了地球的情况，一旦那群守护者们团结起来，行动定会受到阻挠。于是他下令展开入侵。蝙蝠侠3人还在继续研究这盒子，通过之前几次交手，蝙蝠侠推理出了个大概，这群生物有序地往地球投放盒子，几乎全球各地同步进行，想必是一群士兵般的存在。幕后之人肯定是想发起全面进攻。就在此时，盒子自动开启了，瞬间爆炸，化为一个传送门，不计其数的怪物飞了出来。3人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相互配合着迎接大敌。星辰实验室里，维克多气冲冲地找到了父亲，不出意料，父亲还在研究盒子。他为儿子那可笑的运动梦感到失望。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超人类外星人，这些橄榄球不值一提。此时盒子同样变成了传送门，他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研究员们纷纷被抓走，维克多因为爆炸受了重伤。塞拉斯找到了机会，直接带着儿子往实验室深处跑去。盒子中的能量正在侵蚀维克多，塞拉斯只能穷其所有知识挽救儿子。纳米机器人、火金属皮肤移植，能用上的招数全都用上。维克多体内的能量开始作祟，融合了实验室设备，将他包裹了其中。此时大群外星生物破门而入，危难时刻，维克多成了生化战士，体内的电脑主动开启了攻击模式，且随着战斗逐渐进化，刚好闪电侠赶到，他们这才化险为夷。大都会的战斗也没有停歇，传送门每一秒都涌出怪物，数量极多。蝙蝠侠逻辑清晰地指挥着战斗，虽然绿灯并不想服从，但是事实证明福子没毛病。超人不知道听到了什么，突然飞向了天空，因为此时华府也在遭受袭击。
负责为天堂岛外交的神奇女侠就在现场。好战的亚马逊人一夫当关，一路杀到了总统乘坐的飞机上。战斗中引擎被摧毁，超人祖传的阶级手法药到病除，神奇女侠瞬间对这个神一般的男人有了兴趣了。早前偷走维克多队医的小男孩比利回到了自己的寄养家庭，起初他还不信有外星人来地球玩绑架，直到他亲眼看见比利大喊了一声沙赞，一道魔法闪电从天而降，比利瞬间成为了大人模样，前去拯救大家。这时维克多冷静了下来，他感知不到自己的身体，大脑已经变成了量子计算机。这种半死不拉的状态维克多始终接受不了，可脑中依旧有无止境的信息在输入，其中就有这起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在那遥远的天启星上，有一位黑暗君主，名为达克赛德。为了征服他，四处绑架生物，利用天启星科技改造成类魔战士。只要不断有生物被抓，就会有无限的类魔。他们忠诚于达克赛德，一丝不苟，丝毫没有半点自我意识。而那个传送门是母盒，用途就是打开爆音通道，让大军快速移动。天启星发起的所有入侵都是为了达克赛德。看到这个，维克多把母盒收了起来，几个类魔尸体被人从空中丢了下来，正是沙赞所为。他看到维克多后直接呆住。城市中的类魔越来越多，老爷跟哈尔根本抽不开身。虽然类魔不难对付，但圣宰数量多，根本就不可能杀完。此时白瑞也赶到了现场，老伙计相遇，哈尔乐得不行啊，立马把蝙蝠侠介绍给了白瑞。那可是哥谭市的传说啊，闪电侠1秒变迷弟。 Sir, Batman. Sir, Batman. Sir. 类魔大军入侵，神奇女侠和超人赶到。奇怪的是，类魔居然开始撤离，蝙蝠侠立刻看出了端倪，他们这是在聚集，等待背后的主使来发动总攻。也在此时，钢骨和沙赞杀了过来。起初神奇女侠对酷似类魔的钢骨有着敌意，在闪电侠的证明下才没有动起手来。钢骨把自己看到的那些事情告诉了众人，达克赛德这是要改造地球。随即海面上诡异地升起了火焰，数不清的天启星科技在全球各地出现，数不清的人类被抓去类魔化。而这一切的主使达克赛德也现身了，军队派出了战机，一瞬间被欧米伽射线打成了渣，追踪打击，逃都逃不掉。 Green Lantern's got this. 狂妄的绿灯一马当先杀了出去，转眼就被按在地上摩擦。众英雄齐上阵，不服气的绿灯再次冲向达克赛德，被随手一捏折断了右臂。即便是超人、沙赞、神奇女侠联手，都伤不到达克赛德。一阵爆炸过后，2道欧米伽射线锁定了超人和闪电侠。机智的大闪虽然躲过了一劫，但也累得气喘吁吁。超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硬生生挨了一击，整个人瞬间陷入昏迷，直接被类魔抓去改造。此时的达克赛德无人能挡，最强战力的超人也被生擒，众英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绿灯想去救超人，却被蝙蝠侠拦了下来，以他这个状态只能是去送死。可他们才刚认识不久，根本熟不到1、2句话就能改变对方的想法。蝙蝠侠摘下了面具，透露了自己的身份，他哈尔是在场唯2的普通人，其他家伙要么就是快得离谱，要么就是外星人。这场战斗关乎到了地球存亡，并非是纠结于小我的时刻。布鲁斯伪装成了普通人，一个普通人伪装成了普通人，不愧是老爷。他亲自去一趟天启星带回超人，没有他这场战斗赢不了。至于地面上的战局，就留给哈尔解决了。疯子吸疯子，哈尔直接认了这个朋友。布鲁斯在类魔的帮助下穿过了爆音通道，一路直达到了天启星。哈尔则是召集了所有人进行战略部署，可惜他叭叭半天也没个所以然。最终大家决定团队合作，为了避免达克赛德使用欧米伽射线，第一个任务就是戳瞎他。所有人负责扰乱达克赛德的注意，由神奇女侠打出关键一击。此时的布鲁斯已经抵达了天启星兵营，他潜伏在黑暗中寻找超人的身影。迪萨德已经对克星之子开始了改造，并且非常顺利。此时蝙蝠侠从背后杀出，制服了迪萨德，通过迪萨德的惯用手推断出了开关按钮的位置。超人有了行动能力，他一把掐住了迪萨德，并且扭断了对方的脖子。改造让他还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，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打。蝙蝠侠不断尝试着唤醒超人。地面上英雄小队还在奋力抵抗，可是还是难以伤及达克赛德。成为领队的绿灯有了使命感，竟然还开始生沙赞的气，完全忘了不久前自己也是个莽夫。被教育了一番的沙赞终于有了点成年人的样子。众人一拥而上，闪电侠吸引住了达克赛德的全部注意力。沙赞与钢骨灵巧对打，再加上绿灯侠的脑洞打击，达克赛德有些被惹恼了，也失去了一丝冷静，被神奇女侠抓准时机痛瞎了右眼。达克赛德勃然大怒，把所有火气都撒到了神奇女侠身上。队友们趁其病要其命，什么神通全都往达克赛德身上招呼。达克赛德被拿捏得死死的。白瑞见状，拿起撬棍，一个他娘的闪电戳瞎了达克赛德的另一只眼睛。
既然他没了威胁，接下来就该找机会送他们回家了。维克多带着母盒飞到了高空，逆向开启了爆音通道，一时间各地的类魔都被遣送回家，唯有达克赛德在抵抗。此时通道中飞出2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超编。他们回归，胖揍了残血的达克赛德。英雄小队见状，赶忙蹭一手助攻，没想到达克赛德还挺能续，老爷祭出了战术腰带都没有成功，而维克多因为能力不够，无法关闭通道，无形中给队友添了份压力啊。沙赞直接带着维克多往更高处飞去，通过解除变身引来的魔法闪电替维克多补充了能量，这才得以封闭通道，暂时击退了达克赛德。当维克多接住了从空中坠落的比利时，他才猛然发现，这不是自己的小粉丝吗？还只是个孩子。维克多决定为比利保守秘密。事后，他们解救了那些被绑走的地球人。在布鲁斯的提议下，他们决定组建一支应急小队，来防范达克赛德的下一次进攻。政府认证了他们的存在，也赋予了相应的地位。起码老爷再也不会被哥谭警局骚扰了。至此，超级7人组成立。That's right. You can call us the Super Seven. 在他们狂欢的时候，海洋深处发生了异变，因为达克赛德的入侵导致无数海洋生物死亡。海洋领主抱着亚特兰蒂斯国王的尸体浮出了水面，他发誓要对地表人宣战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